我們從過去的 Big Data 去抓520，基本上都有一個季度行情。但是我覺得這次的520可能要小心，就是台股这個地方的期貨的空單，我是覺得不是太舒服。下班一線小鹿帶你看世界。美國總統川普呢欽點了聯準會的新任主席 Kevin Warsh。那他現在面對降息的壓力，還有中東戰火之下，到底這個通膨的壓力，他會怎麼樣做出關鍵的決策？另外呢，在我們錄影的今天，台股已經站上42000點了，大家都說是不是5萬點不遠了？而且接下來馬上要迎接520的行情，到底接下來應該怎麼操作呢？為你介紹今天節目的嘉賓，歡迎富邦投顧的董事長田一光董事長，你好。小鹿各位大家好。好，這個董事長，我跟你分享一下我最近的心情，因為我投資比較保守嘛，所以我現在就恐高，我每天我就慢慢出，然後每天晚上都覺得我到底是不是傻瓜，我到底為什麼要出？我每一天都在這樣的情緒裡頭。很瘋夢。對，然後呢，反觀我身邊的朋友，現在每個人就是笑呵呵，然後上班就是在看手機，就覺得現在是買入的最好時機。那到底現在買入是傻瓜，還是賣出是傻瓜？好 ，OK。像這個應該是大哉問了，因為這個行情走到這個地方，其實也是過去沒有碰過的啊。因為我們以前12682已經覺得是高點，2萬點覺得是高點，結果他發現他每上1萬點的時間越來越短啊。以前可能要29個月才會上一個萬點，現在差不多4個月就上了1個萬點，所以這個行情其實走得很急啦。那我是覺得現在這個當下應該是擁抱泡沫的投資啦。所以擁抱泡沫投資就是說不是叫你 all in， 意思就是說你要有紀律性的去做投資，而不是說無腦的就全部 all in。你說擁抱泡沫，我只聽到這裡很矛盾都已經是泡沫了，我還要擁抱它，還要紀律的擁抱它。沒錯，那個索羅斯講過哈，當我看到泡沫的時候，我會趕快衝進去，因為我知道它會更加的瘋狂。但是他有再提一個但書，就是但是我知道泡沫快破裂的時候，我會離開。那這個就是重點，就是我什麼時候知道泡沫？對啊，那時間點是什麼？所以目前看起來，我們是從基本面出發的角度上來看，其實現在還在booming的路上，所以倒是不是沒有那麼急的說你這個出房很熱你就趕快出來，目前倒還沒有這樣的階段。那這個還要 boom 多久？這個 booming 多久？應該整個 AI 才剛開始進入第2階段。我把 1.0 當作是算力的階段，就是可能就是2025年、2024年，硬體它比較偏向 GPU。那現在到了所謂的代理型 AI，那這個部分才到第2階段。那第3階段是機器人。所以目前都是走 1.0、2.0、3.0 的階段上來看，現在才在 2.0 的路上，也才剛開始。所以你說，什麼時候會 bubble 破？我倒覺得以產業角度來看，還沒到。所以你是在跟我說我恐高是傻子，對不對？現在我不用太緊張了，我聽懂。我可能要跟你做一下你的這個持股見證，我才知道說你到底。把我手機拿過來，我才知道說你是不是這個恐高。對，因為還是要持股見證。我跟你們說，最近我看到一個數據超級驚人的，就是我發現其實有非常多的人在看下班國際線，但是呢，有超過1半以上的人沒有訂閱。如果呢你一直都有在看這個節目，也喜歡我們節目的內容，我想拜托你幫忙幫我們做一件事情，就是現在趕快移動到訂閱這個按鈕按下去吧。因為呢，這個動作可能不花你1秒鐘的时間，也是完全免費的，但是对于我還有團隊來說，就是非常重要的鼓勵。我開始覺得訂閱，我就有更多的動力把這個節目做得更深更好，長期的陪伴大家。請大家幫忙按下訂閱下班國際線。那這個你剛說的是美股的情況，還是你是美股台股一起講？因為現在的聯動很特別，就是以前美股漲，台股也會跟着漲嘛。對，美股跌，最近台股也還是漲。其實小鹿問到重點，就是說以今年的全球股市來看其實有 AI 的國家全部都大漲。你看亞洲就3個國家，日本、韓國、台灣。韓國漲了80幾%，今天外資已經調升到1萬點的目標區韓國。那台灣這個地方現在法人都已經往5萬點去看。那台灣從去年28963開始漲到現在漲了13000多點，才4個月的時間。這是第2個。那日本目前差不多漲了2成。就韓國以亞洲的角度上來看，其實有 AI 的國家其實都漲了2成以上，但是沒有 AI 的國家的亞洲，你看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印尼 YTD 跌了18.9%，然後馬來西亞還有越南還有這個菲律賓，他們都只有個位數的 YTD 的上漲，所以沒有 AI 的國家，其實你會發現它沒有跟上這一波的這個所謂 AI 的行情。那你去看歐洲 CAC 法國指數 YTD 也是負的。OK， 然後德國也是個位數的沒跟上，然後美國的部分，你去看道瓊斯或者 S&P， 其實它的這個 YTD 的漲幅也才剛剛差不多2位數而已，漲比較多的是費半，所以這一次也不是說無腦的上漲，它是有基本面的上漲，等於說它這一次
我們若是以過去的這種投資的角度上來看，我們用 C 加 I 加 G 加 S 減 M 的這樣一個邏輯，過去都是以 C 為主，就是消費性電子。那消費電子還有一個 product life， 就會所謂的5窮6絕7上吊的這樣的一種出貨的這樣的一個淡旺季。可是 AI 不是，它是以 G 為主 ，G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政府的資本支出計劃所創造出來的。所以你可以說它是供給創造出需求。然後又需求創造出供給，不斷的堆疊上去，所產生的這種所謂的 AI 永動機。那 AI 永動機的這樣的一個邏輯上來看，就跑到股市來，股市叫做股市永動機。為什麼？你會發現這一次的 S&P 500的這個財報數字，非常非常好。我們原先估計 YY 只有成長12.8%，結果出來27.8%。那這個數字其實令人非常的驚豔，就是說你這個財報數字往上調之後，你會發現你的股市相對便宜，你會發現股市越漲越便宜。那你就会一直追上去。所以刚刚你小路問到就是說，現在很多人這個有些賣飛他難過，沒有賣飛他hold的他也緊張，就會形成所謂的這種瘋魔交易。但是假設你把產業放在前面的話，其實你就不會這麼擔心，因為我剛剛一開始先提到，就是說他現在才進入所謂的 AI 2.0 的階段的時候，其實應該是換股操作，就是說他的這個選股不選市會越來越明顯。OK， 對，而且台灣尤其在這一波有跟上這個 AI 的浪潮。所以自己本身這個永動機的這個邏輯也成立了。對，所以就形成我們這個所謂的股市永動機，就是你越漲越便宜，當你的獲利數字出來，你會發現你的 PE 往下跌，PE 往下跌，你股市就要再往上漲，就會變成EPS 追股價，股價追 EPS， 一直循環上去。那就要知道就是說，你對於整個獲利的這部分的掌控到底是如何。那5月15號台灣會公布第一季的財報，這個數字應該會非常令人驚豔，因為我常常在看這個數字哦。其實資本支出計劃領先所謂外銷跟出口，然後你在第二個方向是中國跟美國的進口，就是台灣的出口，所以你要盯好這幾個數字。第二個就是你的資本支出計劃，第二個就是中國跟美國的進口，它假設還是持續成長，那台灣的出口就不會下來。好，那資本支出是外銷跟出口的領先指標，那它的那營收的領先指標又是外銷跟出口，那獲利的領先指標又是營收，所以一環卡一環，所以除非我們看到它的所謂的資本支出計劃出現大幅的下調。那就要小心，因為就代表他們的進口不會增加。第二個就是他們的資本支出計劃不會再進行，那台灣的外銷就會減少，外銷減少，營收就會減少，營收減少，獲利就會下來。所以一環扣一環角度上來看，你就變成說，你從 top down 角度上來看，從往上往下看，你就要知道說，上面的這部分的宏觀的數字有沒有變化？假如沒有變化，那其實你就是信心可以維持在那裡。你說我515那天數字會非常好，然後那不到一個禮拜，就是距離現在不到1個月的時間，520行情你聽起來是非常樂觀。我們從過去幾次的520的這個分析上來看，其實520的前面的交易日，它的上漲幾率是80%，然後上漲的幅度差不多是3到5個百分點。所以我們從過去的 Big Data 去抓520，基本上都有一個所謂的一種慶祝行情之類的。那我們也沒有說它一定會漲，但是我覺得這次的520可能要小心，就是台股這個地方啦，台股這個地方的期貨的空單，我是覺得不是太舒服。期貨空單，因為它現在來到55000口，55000口的話，過去來講它沒有這麼高過，它基本的這種所謂的避險盤，差不多是3萬口，那多了2萬口，2萬口的話，是不是它在這個地方他覺得台股過熱，所以可能在過去的520都是上漲，可是因為它在520之前漲太多了，因為你從3月份漲7000多點，4月份漲3000多點，然後你5月份再漲，現在目前還是漲的。這500-600點的狀況之下，其實它這個地方可能外資在這邊買一個 safety， 就是買一個安全。那買一個安全的話，可能就是它在這邊是否會做一些避險跟放空的動作，這籌碼部分可能要留意了。但是基本面我覺得還是非常非常樂觀，就是而且是有實際的支撐的。那現在整個大環境想要搭配一下最新這個美國的人事案來看，就是講說現在這個鮑爾的聯準會的時代已經正式結束了，那馬上就是 Kevin Walsh 他要。成為新任的聯準會的主席，那大家都說這個川普一直要降息，他就是要負責降息的這一個傀儡。OK， 這個人是誰 ？Walsh 他跟鮑威爾差了17歲，那他可以說是歷屆以來相對比較年輕的聯準會主席。那我認為我給他結論是，他是穿着一件改革外衣的一個主席，他應該是會來做改革。那他目前接到這個燙手山芋，他面臨幾個問題了哈。第一個就是他認為就是通膨都是貨幣的幻覺，好，所有的通膨都是貨幣因素所產生的，所以他在這一塊我覺得他是貨幣的紀律者。OK， 所以他會跟 Bernanke 啦，或者是跟鮑威爾他比較不一樣。那他不會為了做
QE 而做 QE， 所以我認為他在紀律上來看，他會跟前面幾任主席比較不一樣。這是我們在看他過去在擔任這個聯準會的這個理事的時候，他毅然退出了這個 QE 的這樣的情況，因為他覺得 QE 就有點像餵嗎啡，所以他不認為說 QE 會讓整個經濟好起來，所以我覺得他是比較有紀律性的。可他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現在資產負債表，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現在是 6.75 兆。6.75 兆是跟在 QE 之前 4.2 兆增加了差不多50-60%。其實這個 balance sheet 在這個地方，它必須要去做縮表，所以我覺得大家會擔心它縮表的動作，就是說，它會不會是一個嘴巴說鴿派，但是心裡做的是鷹派的動作？那這個我覺得它面臨第一個問題就是聯準會的這部分的一個資產負債表裡面的一個 6.75 兆這麼高的數字，而且是歷史新高，這第一個。那第二個，他又要面臨他左邊的這個財政部貝森特，他目前的公債差不多有債券警鐘差不多39兆，那39兆跟他 6.75 兆，那变成說過去來講，財政部他發債，聯準會就買，他就變成這樣，因為他反正他就是我們講的這個聯準會的賣權嘛，他就是 always 做多。那現在watch上來，我覺得會改變，因為他開始他做 QT， 可是他目前他的右邊的那個他的老板川普跟他講說你要降息。所以我自己這樣判斷，我們自己去分析這樣的情況。好，我要去做 QT， 我等於是 6.75 兆，我要降到 QE 之前的 4.25 兆，甚至於3兆。它對我來講應該正常是3兆，那等於是要降掉 2.4 兆。那 2.4 兆我這樣子算，7000億就相當於1碼。OK， 那你假如要縮掉 2.4 兆，你等於在市場上變相的潛在升息3碼，那你這個是不是從市場上比較緊張？好，那這個是他要做 QT 的動作。假設他真的要貫徹他的這部分的一個目標的話是這樣。那第二個就是說，好，那我要降息，那我就變成我左手降息，右手做 QT， 我用降息來對沖我的 QT， 就沒有咯。對，那這個我覺得會是他有可能做的，這是我在猜測他的動作，就是好，我做 QT， 那我也降息，那我降息叫做技術性降息，然後用技術降息來對沖我的這部分的貨幣緊縮，那市場上就不會那麼緊張。OK， 我覺得這個會是他的智慧了，就是說他接下來他可能用這種方式來 offset 掉市場上對於他的擔心跟懷疑，然後我也可以對我的老闆有交代，我降息，但是我做 QT。但白話文會不會說這樣子市場上面維持不變呢？對，就是說市場上會有一個 image， 一個假象，覺得它是降息，是貨幣寬鬆的哦。可是他這一手他不再購債了，對，他不再購債，但是他也會照着他的這個節奏，就是說我不要再開記者會了，我不要再讓你去 Q&A， 那你就很難去判斷我接下來的这個，因為 always 都有一個聯準會的傳聲筒叫 Nick。他常常他都是坐在那個記者會第一個，然後他坐 C 位，對，他都是傳聲筒。那每次他就會在還沒開會之前，他就會先透露出理事的這部分的一個想法，還有他會後他又會去做他這部分的一個判斷，而且都非常非常的精準。那市場上就會因為這樣的關係養成一個習慣，就是反正我就是看聯準會傳聲筒，然後他所釋出來的訊息是怎麼樣。所以過去的 data dependent 會變成 trend dependent。就是數據依靠為主的聯準會的那條線叫菲利普曲線，右邊叫做 inflation， 就是通膨，上面叫做 job market， 這兩個去判斷它的利率政策。它現在這兩個那個菲利普曲線還是存在，可是它會把趨勢放進來，因為他覺得 AI 已經改變了整個生產的這種所謂的 labor power， 所以他會去做一些改變。所以我才覺得說，假設他做我剛剛所判斷的這種動作，就是右手做 QT， 左手做降息，哇，那這個就非常 smart strategy。那我覺得對於他誰都不得罪，對。我覺得這個就會變成是下半年的這種所謂的經濟，那就會比較屬於這個 soft landing 之類的。哦，那回到 AI， 你剛才幫我們列出來的算是 G 也是很重要的。美國的這個 AI 資本，政府資本支出你怎麼看 ？OK， 它的這個4大 CSP 廠了哈，今年我們預計上看起來應該，若是把 Oracle 再加進來，應該超過8700億，然後有可能挑戰1兆。Oracle 加進來，如果只有4大 CSP 廠不算 Oracle 的話，超過7700億。那2027年，就明年，我們估計4大 CSP 廠差不多是8900億，但是如果把 Oracle 加進來，就超過1兆。那這數字非常非常可怕，1兆是31兆的台幣。那它變成說它的這種所謂的 AI 從過去的演算到現在的推論，它就要增加這麼多的資金。那這麼多的資金，你看那晶片要用多少？所以最近才會有這種所謂的爭論，就是說，我台積電我要轉單到 Intel。其實不是轉單，是因為台積電做不完，對，它沒有辦法做，它的產能，你要蓋一個廠，其實沒有像市場上想的這麼容易，因為畢竟它是晶圓廠，它不是我們講的那種，我們講這種所謂的
組裝廠 assembly， 你只是 SMT 打線打就可以，那個不是，它那個1000多道的這個製程，其實它要蓋一個廠的良率的 fine tune， 其實需要一點時間。所以我覺得以它的資本支出計劃上來看的話，其實目前看起來，我覺得所有的4大 CSP 廠或是5大 CSP， 或是加上那些應用廠，他們把今天的獲利押注在明天的 AI 霸權。那就代表什麼？就代表膽小鬼遊戲嘛。我今天2車對撞，假設我今天停止做所謂的資本支出計劃的時候，我可能在這一場賽道裡面就輸掉了，对啊，被淘汰掉了。所以就变成說，你在进階的过程裡面，你必須不斷的投資。現在大陸它在做 DeepSeek， 可是你知道大部分用 GPU， 現在還在用 Hopper。我們現在已經在 Blackwell、Ultra Rubin， 我們現在進入 Fieldman， 可是你現在還在用 Hopper， 所以你的算力其實還是落後，它有迭代，差不多落後2到3代的這樣的一個算力的基礎。那當然這個部分可能他們會有用自己這種增六技術去調整它这部分的一個模型，但是若是以這樣的一個進程上來看，其實這個所謂的投資應該還是會持續。董事長從一開始節目到現在聊到現在，我都聽到一路不論從晶片啊、資本支出啊，這個需求來說，就是一路看好往上的，真的沒有任何的風險。這一段時間我們不要講太久，2季真的沒有任何修正的時間點。其實這個部分不可能完全，一個產業不可能完全沒有風險了，因為你就整個這個供應鏈，其實我們之所以會在估計上來看比較把握度比以前高，原因是其實我們用已知的數字去估未知，我們不可能用未知的數字去估未知，那你那個 question mark 會越來越大。那我們用已知的數字去估未知的過程裡面，我們發現第一個它的這個企業獲利數字會講話啊，這個我覺得是會有。那在整個這個過程裡面，我覺得可能就是總體經濟的部分要留意是私人信貸的部分。我覺得這一塊現在私人信貸在美國的這個 size 差不多是2兆美金，那它的這個 default 還沒有到一個所謂違約的這樣的情況，但是我們有做一個壓力測試哦，就是說假設它有40%的部分是做一個違約的，然後它的這個 default rate 去把它除掉它的 GDP 這樣來算的話，它可能會對美國的 GDP 的單季的影響會到 0.17， 只要 default 的話，那這2兆美金若加上全球其他國家1兆，總共是3兆私人信貸。那私人信貸這一塊就有點像是，因為你沒有辦法尋求正常管道去做這種所謂的貸款的過程裡面，你就只好找私人信貸公司。所以最近我們在觀察這種 IGV 的 ETF， 就是私人信貸公司的 ETF， 它的下跌的幅度是蠻高的。OK。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之前談的這個 Blue Hour， 它這種所謂的藍雀這家公司，它也下跌，私人信貸公司它也是下跌的幅度比較大。那這個就是說，它可能會是在這一波裡面上漲過程裡面，有些這種所謂我們看到的這部分的一個資金上面的斷裂，這個是第一個我看到。那第二個就是其實美國這個地方的錢它的資金其實蠻緊俏的。你發現最近的10年公債殖利率一直維持在 4.3、4.4。那我又去看 CSP 廠，最近他沒有在國內募資，他反而跑到日本去募資發債，跑去歐洲去發債。你看那個 Alphabet，他去歐洲發了一個70億美金的債，需求還是那就代表就是說，美國的資金是在流出的，可是歐洲的資金是在流入的，變成說，這個資金的緊張的部分，可能也是我們必須要關心的第二個風險了哈。那第三個就是，我覺得可能後面要留意，就是我們現在就是BB ratio 都很高，就是說訂單追產能的這種情況。好，那假設這個 AI 產業到一個階段，2030年好了，那你這些產能都布了，那你到最後假設沒有新的需求進來，你這個部分是不是會面臨到一個產能利用率下滑？那你的這些折舊費用還是要每一個月攤提的情況之下，後面可能就是看它是否在2.0接到3.0這階段的這個過程裡面，它能夠順利的銜接，這個也是風險。理解。所以我倒覺得說還是有幾個點要注意，不是說完全沒有風險，但是資本市場它跑得比產業更快，那我們可能要先留意資本市場的風險，因為坦白講，現在真的是 overheat， 真的是有一點過熱。那我們就來問細一點好了，因為從剛開始聊到現在講的是大的環境嘛，經濟的環境。那我們來做一個假設題，現在是5月上旬嘛，我們錄影的時間。假設現在投資人手上有100萬台幣，你會建議他在接下來的幾個月當中怎麼樣的配置，然後選擇怎麼樣的產品 ？OK， 假設這個要做配置的話，我們可能要根據他的這個年紀去做量身定做了，因為我們一般來講，我們在做這推薦的時候，我們常常說理專它的業績是我們的業障，為什麼？因為你去一直在推你的產品嘛，那我的客戶無兩的買，但是我去幫你做說明的時候，大家是因為相信我們分析師所講的話，然後去做這樣的一個採購。其實你賺你的業績，可是他都要賠錢，是我的業障。那我就會變成說，你在做這個所謂的這個投資的過程裡面，你要把年紀放進來。那我們若是單純
好，單純只看這個股票，看我們節目主力大概是40歲上下左右男性，那你就用大滿貫投資法，叫大滿貫選股法，叫 SNAMR。 SNAMR 的意思就是說，你現在就是好，我现在就是以這個產業出發嘛，好，那我就是用 SNAMR，S 就是 semiconductor， 就把半導體這放進來，那 L 部分就是我們講的矽光子的光學，這把它放進來，好，然後 A 的部分就是 AI， AI 裡面就是有所謂的供應鏈，包括電子五哥啊，那 M 的部分就是記憶體，然後 E 的部分就是電源，然後 R 的部分叫 return 這一塊就是高股息的部分。其實這一塊其實左側交易的股票它並不是沒有機會。我們現在都在做右側交易，因為右側交易大家都很嗨，那左側交易其實非常的悶。那我去看過去10年台股的整個平均上來看，電子股差不多平均漲幅是2%，然後傳產股是15%。可是到了這近2年，2025年跟2026年，電子股從35%到55%今年，然後非電子股就傳產股已經到負的，而且還是個位數，就變成左側交易越來越多。那你會发现說，台股今年跌破年線以下的家數有1000家，台股總共1900家，有一半以上的家數是跌破年線以下。所以在 return 的這一塊，其實我倒覺得你反而應該是布一些2-3成的這部分。所以 SNAMR 裡面的左側的最後那個 R 的部分 ，return 的部分，像金融類股啦，還有原物料啊，軟的跟硬的啊，軟的部分就是水泥、塑膠、紡織，硬的部分就鋼鐵。其實你不要覺得很不好，因為整個 cycle 的循環，其實它會有所謂的這種供給側跟需求側所產生出來的報價。像這次油價，就是因為供給側所產生出來報價上漲，所以你發現塑化股在今年的第2季的時候，其實漲幅還算不錯。所以在軟的部分，這個是可以看；硬的部分就鋼鐵，然後運輸類股，就是像貨櫃啦、航空這個部分把它放進來。我覺得在 return 這一塊，你反而有一個 protection， 就是說，它其實在大盤的回跌過程中，它不會跟着跌，因為它已經跌得很深了，很多了，而且它有一個 cash dividend 的這種所謂的现金殖利率的保護。那现金殖利率保護的話，它基本上它就可以在 return 這一塊，你可以賺到一些股息。所以用 SNAMR 大馬貫的投資法，若是您剛剛小路提到，就是說我們的觀眾平均都是比較這種屬於有實力，比較屬於攻擊型，那你就用大滿貫投資法的選股放進來的話，那、就是、你怎麼配嘞？就是配就是比例，就是每一個就是買每一個產業就買一個最龍頭的，我會建議這樣。對，因為今年的這種投資法其實你要買第1名的股票，你不要再去買那種補漲會有，但是就是說它不會不夠高，對，因為它休息的，它有點像雁行理論，就是說我漲完之後我休息，然後後面再跟上去，那你就是把這個 SNAMR 這個類股把它放進來，其實你會輪漲到，那就買第1名的股票，我覺得這個會是在你選股上面來看的布局上來看，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布局跟留意。好，那上一個階段呢，節目的這個最主力的這個觀眾群在60歲，OK， 那假設說是在60歲，你就變成說你的風險係數就沒有那麼高了。其實我倒覺得可以慢慢的去買一些債券，因為債券市場是這樣，對，我覺得買公債，我覺得公債是這樣，因為我們認為台幣在目前的這個位置上來看，它應該是趨升，所以你買台就是買 ETF 的這種債券，其實你沒有匯率風險，好，這第一個好，因為你現在匯率相對在31點多嘛，那這部分我覺得還 OK， 但是在債券部分來看，我覺得是收息，那收息的部分可能就是現在的美債差不多在4.3，那你就要放長一點。那短債的話是在2年期債券差不多在3.9、3.8，就是可以配置一些這個我覺得第一個可以這個，然後第二個日元產品我也覺得可以，因為日元現在假設以 carry trade 的角度上來看，它已經做了第一次的護盤嘛，從161升到155，那現在在155到160，我覺得這個區間點應該也是可以做一些日元的這部分的產品的布局。黃金呢？那在第3個黃金的部分，因為黃金假設利率你相對看是在這個地方會有反轉的話，那等於說利率往下走，那黃金就有機會往上漲的這樣趨勢，也可以布部分。但是我覺得你有債券就不要布黃金，有黃金就不要買，因為它是屬於防禦型的。然後再搭配一些被動式的 ETF， 我覺得應該是用這樣的配置就可以避掉一些配合走。對，那剛剛那種40幾歲，你就是完全就是比較偏向是 equity 這一塊，我覺得可能在配置上會有這樣的一個區別。展望未來，董事長，我最近常常有一個時空混亂的感覺，因為呢，今年年初很多人說熊市要來了，熊市要來了。可是呢，這個我又最近看到華爾街分析師指出說，他認為牛市至少還有1到2年的時間還沒有走完。回頭對照來看，市場上面現在出現非常多漲幅也很好的主動型的基金，然後其實投資人也非常看好。我的問題是在這一大票的前景之下，你會怎麼樣觀察它的泡沫跟過熱的指標，讓我們自己心裡對評估風險有個底？ OK， 我想就股市投資上來看，就3大要素啦，景氣、資金加籌碼。
那您剛剛所提到的這個資金的部分，就是我們待會來看一下那 ETF 的這部分的一個內容。就是我覺得在資金這一塊是讓它助漲助跌的主要的一個趨勢。那我覺得過熱指標，我覺得倒是可能要先提醒一下我們的這個觀眾。對，那走到這個42000點，我們剛剛講說從28963開始出發，到現在42000點以上，快到43000點，那一直還在往上盤堅。其實它的高點，其實我們現在都不預設立場，因為你上面沒有所謂的壓力，只看支撐就好。那可能要留意的就是說，它的這部分的下一次的天量可能要又出現的話，因為這次天量是 1.52 兆，我講是集中市場，你若是加上 OTC 加起來是1.98 兆，快要2兆。那當然大家都會戲謔說啊，那2兆叫金兆。那基本上有天量就會有第二個的天價。那當它價量到頂的時候，其實大部分都要小心。可是這次的量到頂，並沒有價沒有到頂的原因，是因為它沒有出現所謂的反轉訊號的價的下跌。所以我覺得接下來的幾個交易日裡面，到今年上半年，我們若是把足球賽當作上半場跟下半場來看，上半場假設出現 1.6 兆的成交量，我講集中市場 ，OK， 集中市场都 1.6 兆以上，然後單日跌點2000點，要小心2000點，然後跌停100家以上。然後第二個台幣順勢貶值到31.8哦，那這個就是說你的量跟你的價同時都到一個反轉訊號，那可能這個時間點你可能就要留意，你要稍微做一些 profit taking 的動作。那這個是在整個這個我們看到的目前的一些過熱的指標所產生出來，我们後面必須要去留意的這個觀察的這部分的一個反轉現象。因為最近的 SQ 指數叫是花旗有一個 SQ 指數，它已經來到138新高。貪婪指數來到歷史新高，我們講的乖離率，現在跟年限乖離率有到51%，其實有點誇張。然後再來就是融資的維持率是200%，200%代表現在所有的散戶都賺錢。對，這是第四個我們看到的過熱的訊號。然後第五個就是融資餘額，它增加的幅度，目前看起來，兩次加起來是2000多億，差不多是45、46%。假設它接下來是來到51% 的 YTD 的增幅的話，也要留意這種會有所謂的多頭的這種所謂的技術性修正，多頭的結束不會是這個產業景氣下來，而是自己人踩人。因為這種所謂擁擠交易可能會在接下來的上半場要結束之前可能會出現。那當然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當然它在做反轉的時候，你可能要留意。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是必須要先提醒一下我們觀眾朋友。OK。那剛剛回到我們剛剛主動式基金，主動式的 ETF，台灣的這個部分的這個，我說我們台灣的這個前沿角目，其實你從股市可以看出來。那我們從過去債券型的這個基金，好，包括 ETF， 它跟股票型的這部分 ETF 跟基金加起來是1:1，可是你現在發現，在股票型的基金跟 ETF， 它加起來的市值是6兆 AUM，6兆對標它的這個債券型基金是3兆，它呈現所謂黃金交叉。我們把它拆來看，被動式的 ETF 它是4.5兆，然後0.5兆主動式 ETF， 還有1兆左右的這個我們講的共同基金叫 Mutual Fund， 那加起來6兆。6兆的部分會量滾量，然後再加上我們的超額儲蓄率，我們超額儲蓄率到年底應該超過7兆，這錢再轉進來。第三個，我們有貨幣型基金，貨幣型基金的錢再轉過來。第四個，房市的錢，因為這個房子管制了，他把它投過來，所以這個錢我覺得目前看起來它會全部匯進來，對，所以就不斷的在基金公司裡面去做所謂的發新產品。但是我覺得要提醒投資人，它 IPO 10塊錢，並不代表它很便宜，你要對標它指數的位置。我們以這個最近比較夯的什麼瑤池金門那個，它其實它的那個它發行的時間是在2萬多點的時候，就是在去年的時候，它也是在低谷期。那現在你在4萬點再發主動式 ETF 的這些基金，其實你的成本相對是比較高的，所以你可能就要留意一下你進場的這個時間點的位置。那當然這個部分會有所謂的雪球效應，因為它現在才剛開始。因為一般來講，主動式的這個 ETF， 它應該是要佔比在 high single digital。那現在才5000億啊，那你說5000億，你到最後1兆其實是馬上就看得到的。那包括我們今天錄影時間又有一檔新的主動式 ETF 要推出來，那我們覺得目前看起來才剛開始的主動式 ETF， 我覺得會越來越熱，那就變成說它的資金會前仆後繼的進來，那就會產生所謂的資金行情。所以景氣我們剛剛一開始在節目談到產業景氣是不錯的。那台灣的 GDP 第一季繳出一個非常非常亮麗的成績單是 3.69%， 今年應該是做7.5往8以上的這個 GDP。所以這樣的一個 GDP 跟這樣的一個獲利數字，我們估今年的整個台灣的1900多家的企業獲利數字應該會到 6.3 兆，YY 成長 38%。其實這個是很誇張的數字，因為你去想6.3兆，明年你要配今年的獲利，一般 payout ratio 差不多6成到7成，你如果抓7成的話，7642，等於明年要配4.2兆的現金股息或者是股票股利，今年才配2.51兆。
那你明年若是翻倍，那是不是再投資？所以就变成說，它這種所謂的這個景氣，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它所帶動出來的資金行情，那籌碼部分就變成散戶變成類法人，因為過去我們會觀察這個融資的部分，融資雖然是有增加，可是現在散戶就變成是跑去買 ETF， 所以美國現在很流行當 money 就是法人機構看着散戶在做什麼股票，跟着去，就變成說它有這種羊群效應，就是過去所沒有碰過的這種情況，就會有形成這個籌碼的這種歸屬性，那就是原先的散戶變類法人。然後再加上原先的這個散戶的這部分的投資，就變成量滾量，所以景氣資金籌碼會讓現在的這種所謂我們叫狂牛行情好了，那你就必須要小心。對，董事長聽你講這些數據，我又覺得台灣病可以再回來聊一下，就是說這個資金這麼集中在這些主要的這些類股上，那其他的產業你剛剛也說有1000間公司跌破年線，那這些不就是這個之前經濟學人討論的，它有財富的擴大，但是卻有不均的問題？對，小路你又問到這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哈，我去查過，2016年到2020年，台灣平均台灣過去平均一年的上市櫃獲利數是2.18兆。從2020年以後開始，我們有經過一個2019年的 COVID-19， 然後那年因為斷鏈的關係跳到4兆，2年都跳到4兆，應該是2022、2023，2024又掉到3兆多。那等於說，回到小路你剛剛所問問題，台灣都沒有 AI， 其實我們的平均的基本盤就是2兆。OK， 對，那就2兆，就是我們現在加起來這種上市櫃公司平均就是賺2兆，就是 COVID 之前的那個水準。對，就是差不多2兆。那若是我們再稍微給它 mark up 一些消費性電子換機需求，我們到4兆好了，我們就平均就假設沒有 AI 就是4兆。可是我們今年估2026年我們估今年是到6.3兆，多了2兆出來。明年我們估7.5兆，多了3.5兆出來。後年還要再往上走，那就变成說，過去沒有 AI 的時代，台灣是一個所謂的代工，或者是。我常常這樣形容3種產業：3流產業做代工，2流產業做品牌，1流產業定規格，頂流的產業創造規格。台灣現在已經進入所謂頂流產業，為什麼？你去看所有的半導體，我們現在 CoWoS 是我們自己做的這個規格，CoPoS 也是我們自己定的規格。我們這個費用供應鏈這樣上來，是一整個粽子上來，所以就變成說它的獲利數字就一整個帶上來。所以以前你去看2016年台積電平均一年賺12塊 EPS。可它第一季賺22塊，所以就變成說，你現在有 AI， 那基本上就這樣的加成效果。那你就說這樣有台灣病，我倒比較不認同，因為我覺得 K 型化會有，但是我們應該感到驕傲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是頂規創造規格的這個國家。那這個部分當然你的所得會有一些不平均，可是因為過去的荷蘭病是因為它挖到石油，我們這個不是意外財，我們這個是因為我們。在整個這個所謂我們剛剛講 C 加 I 加 G 加 A 減 M 一個產業所策動出來的一個需求，所以這個部分是可以走比較長，不是投機，它是一個有基本面的這樣的一個含金量。那有這樣的含金量，其實你就不能說它是個病，它反而是一個機會跟我們的一個所謂的含金量的一個獲利的一個重點。對，的確我也同意，不能因為這個有集中的這個特性，然后就否定了這個產業的成就。這兩件事情不用拉在一起來講。我覺得這樣有點是太對這個科技產業，我覺得是不公平。因為我們自己在看，我們覺得並沒有這樣。但當然，它的薪資是有比較成長率是比較高啦。但是就是說，你若是以從過去來講，那你要回到過去，我們就是基本盤那樣子的一個數字嘛。我覺得這個也不是大家想樂見的。好，今天我們聊了很多，從這個聯準會換帥，然後到 AI 的資金狂潮，我們現在看到全球市場呢進入了一個新的轉折點。那現在的確就像是董事長講的 AI 的黃金年代，究竟台股是不斷創高，中間有沒有需要這個讓我們特別注意過熱的指標呢？剛才董事長也跟我們分析了。那非常感謝今天董事長跟我們分享的內容，在節目上面關於資金市場的事情，還是很希望常常可以董事長回來節目上面分享。謝謝。那我們下班國際線到這邊告一段落，我們下周同一時間再見，拜拜。